不管是战家大少爷还是周总，我都没有想法，爷爷不要胡思乱想了。傅婉宁在感情上理智得很。爷爷，很晚了，你快去睡吧，明天一早，周总请咱们吃早餐，然后带咱们去游游山庄做客。傅婉宁催着爷爷去休息，免得老人家又在他面前唠叨那个男人好一点。适合他，从他满25岁开始，只要看到一个稍微有点优秀的男人，爷爷都会和他说一嘴，他老人家看年轻人都以看孙女婿的眼光去评论他们。爷爷就是放心不下你吗？希望有生之年能帮你挑一个好男人，那样爷爷就算死也能瞑目了。傅婉宁无奈的道：爷爷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不想嫁人，也不想招婿上门，至于孩子的事，我向你保证过，我会生娃的，不会让咱们傅家到我这一代就断了的。爷爷也不要以为你的孙女很好，咱们家要不是有钱，就你孙女这样的家庭，多少人家都嫌弃呢。爷爷还老是用挑剔的眼神挑这个挑那个的，最重要的是，爷爷挑剔的对象跟他连朋友都算不上，在他眼里，他的孙女儿就是最好的。好吧，爷爷不操那个心了，顺其自然。你爸在天有灵的话，会保佑你的。反正咱家的血脉没有在爷爷这一辈断了就好，后面还有没有人接班，那个时候他都不在世了，看不到也管不着。哎，还是过好当下最重要。未来的事，他就算想操心也操心不来，孙女都没有那种心思，他一心想的是做试管婴儿，只要娃不要老公。傅董回房休息了，傅婉宁先把2套衣服洗了晾好后才回房休息，一夜无话。隔天傅婉宁醒来时，阳光已经穿过了开了一条缝的窗帘穿进来，扫走了房间的黑暗。他躺在床上望着头顶上的天花板片刻，才侧过身去从床头柜上拿过手机，看了一下时间，才6点多，太阳居然挂上了高空。傅婉宁还以为自己睡到了日上三竿呢。昨晚虽说睡得有点晚，但睡眠质量很好。此刻醒来，他觉得精神状态不错。以往他躺在床上还得在脑海里复述一遍白天的工作情况，才会入睡。就算睡着了，有时候也会做梦，睡眠质量不够好。家庭医生告诉他是压力太大了，叫他适当的时候要解解压，放松放松。可是他哪有时间放松呀？每次累得连话都不想说时，他就特别羡慕别人有兄弟姐妹的，至少有人能帮忙分担一下，不像他什么都要他杠，真的压力山大。昨晚出去逛了一个晚上的街，可能放松了心情，他昨晚就真的睡得很好，都没有做梦。医生说的对，他是不能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适当的要放松一下神经。生意再忙，也是身体更重要一点。傅婉宁坐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拉开了窗帘，阳光一下子投进来，房间的光线一下子被拉高了几个层次。他站在窗前眺望远方，管城是个大城市，夜晚灯红酒绿，白天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最高的那栋大厦就是战氏集团的办公大厦。站在管城大酒店的最高点，都能眺望到战氏集团的办公大厦。那栋大楼如同一颗明珠似的，几十年来都屹立在管城中心，为管城带来了10几万的工作岗位。站了片刻，傅婉宁才扭身离开窗前，进了洗手间洗刷。昨晚洗过的新衣服已经干了。从洗手间出来后，傅婉宁拿了那套裙子，犹豫了好久，最终决定穿上。20几年没有再穿过裙子，管城的夏天很热，穿裙子更舒服一点。海阿姨说的，这2天她不用工作，就不必穿着西装了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说管城人穿衣都那样，怎么舒服怎么来，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的。嘟嘟，手机收到了新的微信信息。傅婉宁一手拿着裙子，一手拿起了手机，
打开微信，看到是周阳发来的信息。周阳问他起来了没有，一会儿一起吃早餐，告诉他餐厅在1楼的右手边，他在餐厅等他，或者在房门口等他。他们是住在同一层楼吗？昨晚周阳说太晚了，他懒得回家，就在酒店留宿，说这是他的常态了。有家，但忙的时候，他经常都不回家，而是住在酒店，方便吗？管城大酒店顶层的总统套房，有一间是专门给他们使用的。傅婉宁回复语音信息给周阳，他总嫌打字速度没那么快，更喜欢发语音信息或者打语音电话。周总，早上好，我刚起来，很快变好，你在你房间等着就行，我们好了就过去敲你的门。周阳也回复了语音信息，好。傅婉宁放下了手机，去换裙子。换好了裙子后，她对着镜子看了又看，又拿来手机自拍了一张相片。20几年后再次穿裙子，她要拍个照片留念。要是她留着长发，可能就更好看一点。她常年中性打扮，留的是短发，留长发要费时间去保养，不说啥就洗个头都麻烦，没有短发那么方便。她经常忙到深更半夜才能回家。短发的话，洗头方便，头发也干得快，不会影响她休息。其实她也喜欢长发及腰的，只是现实让她不能留长发。外面有动静，猜到是爷爷起来了。傅婉宁走出去，傅董以为孙女还在睡，动作很轻的看到孙女出来，他以为是自己吵到了孙女。爷爷已经放轻了动作，走路也很轻很轻。还是吵醒了你？婉宁，这是我的孙女吗？这么漂亮。看到换上裙子的孙女儿，傅董愣了一下，随即咧嘴便笑，夸赞孙女穿裙子好看，才像个女孩子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很好看，海总的眼光真不错。他帮你挑的这条裙子吧，很适合你。平时你总是西装，像个男孩子，都不像个女儿，现在像了。婉宁，平时周末，你其实可以换上裙子或者其他女孩子喜欢穿的衣服的，不必天天穿西装。傅婉宁说到周末也忙呀，经常都是与客户有约，习惯了穿西装便穿西装了。她的衣柜里几乎都是女士西装，家常便服都很少，更不要说裙子。母亲就常吐槽她不像个女孩子，但又不是真的男孩子，说他要是男孩子多好呀。那样的话，傅婉宁从小听到大，听得耳朵起茧也麻木了。傅董不说话了，看孙女的眼神里满是心疼。如果儿子没有意外早亡，肯定会和儿媳妇多生几个孩子，哪怕都是女儿，也不至于让婉宁一个人挑着重担。儿子若是活着，他估计还是会有孙子的。儿媳妇也是个很喜欢孩子的人，以前就听小俩口聊过孩子的事，小俩口都说要多生几个孩子，一定要儿女双全。他们傅家人丁单薄，他是希望儿子儿媳妇能多生几个孩子的。刚得知道儿媳妇怀孕时，他父子俩可高兴了。结果人丁单薄大概是他们傅家的命了，难以改写的。就希望婉宁以后能多生几个孩子，不为别的，至少能让孩子轻松点，不像婉宁这般什么都要他来做。周末想好好休息都难。爷爷，我很好，你不用心疼的眼神看我。虽然我是很累，但很多人也羡慕我的，羡慕她是独生女，能独自继承那么多的家产。别人是羡慕咱们家的钱多。傅婉宁上前去挽上爷爷的手臂，管他呢，反正有人羡慕我就行。爷爷，走吧，别让周总久等了。爷爷，我现在这样子是不是真的好？我还是觉得不太自在，不习惯穿裙子。傅婉宁走路都是大步流星的，也习惯了。穿裙子，她走起路来受到了限制，不能像平时那样大步流星，也怕破坏这条裙子带给她的淑女气质。好，是真的很好看。傅董夸赞着，
不过你要是觉得不太自在的话，还是换回衣服吧。爷爷在这里等你，你去换回衣服。不管什么时候，自己舒服最重要，不必在乎别人看你的眼光。傅婉宁也停下来，她低头看看身上的裙子，想了想后说道：我答应了海阿姨，今天穿这条裙子给她瞧瞧的，不能失信于她。穿着吧，就当我是穿着西装，不在乎别人看法就行。她穿着裙子也可以大步流星，她连高跟鞋都没有换上的，因为她平时穿的是西装，所以她穿的是皮鞋，就算参加宴会，也从来不会穿高跟鞋和晚礼服。认识她的人都没有见过她穿裙子的样子。来了管城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没有熟人，加上答应了海童，傅婉宁才会穿裙子。本来就不必在乎别人的看法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做自己喜欢的。傅婉宁点头，是的，她不必在乎别人的看法。爷孙俩出了套房，就看到周阳从另一套房里走出来。看到穿裙子的傅婉宁那一刻，周阳愣了一下，他定神多看了几分钟，才笑道：傅总换上了裙子，我都不敢认了。距离拉近后，傅婉宁接话：是不是眼前一亮？我这套裙子漂亮吧？你小姨一眼就看中了，说很适合我穿。周阳再次上下打量她一番，说道：裙子好看，傅总也很好看。他从小是在俊男美女堆中长大的，见过不少的美女，傅婉宁自然不是他见过最美的，她只属于耐看型，越看越好看，很有韵味的那种。傅婉宁笑道：周总过奖了，裙子好看是真，我吗？就没那么好看，我有几斤几两重，心里清楚的。周阳看着他，很认真的道：傅总，我从来不撒谎，说的都是实话。傅婉宁笑，还是认为周阳是因为他客人的身份才会那样夸赞他。我答应了你小姨，今天穿这裙子给她看，你小姨的眼光很好。那是我小姨的眼光最好了。傅董昨晚睡得可好？周阳带着爷孙俩下楼，其实他们可以留在总统套房里吃饭，不过周阳向来不搞特殊化，只要入住了酒店，早上都是下楼用餐的。他觉得人多吃饭会觉得特别好吃，自己的胃口也会喂得好一点。房间很安静，很舒服，睡得很好。傅董对于这一趟管城之行挺满意的，合作谈妥了，合同签好了，得到了周阳热情又周到的款待。最重要的是孙女可以放假2天，好好放松放松神经。一回到东城，又要投入紧张繁重的工作当中。周阳又问傅婉宁：我也睡得很舒服，平时我睡眠质量不太好，总爱做梦，昨晚没有做梦，一觉睡到天亮。那就好，若喜欢可以多住几天。客人满意，周阳松口气。傅婉宁笑道：2天已经是极限，下次吧，下次有空了我再陪爷爷过来多住几天，公司里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他处理的呢。周总有空也可以去我们东城做客，我带周总到处逛逛。周阳笑着：会的。坐着电梯下到1楼，周阳带着2人往右边走，进了自助餐厅。酒店的人看到周阳都会笑着打招呼问好。周阳给自己拿了些吃的，又去倒了一杯咖啡过来，挑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来。傅家爷孙俩还在拿他们喜欢吃的食物。嘟嘟，周阳的手机响了，提醒他有新的微信信息。他拿出手机看，是小姨来的信息，问他直来吃早餐没有，什么时候出发去游山庄。小姨他们在山庄里等着了。小姨告诉他跟战爷爷奶奶说了后，梁老很开心，盼着他过来，说他过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忙吗？周阳回复了语音信息给海童。小姨，我们刚下楼，在吃早餐，等我们吃完早餐就出发，可能还要带他们去买些东西。傅总说了，要买点礼物过去，
爷孙俩觉得今天之行是冒昧之举，岂能空着手过去？怎么着也得买点东西带过去。海童笑道：要什么礼物呀？他们能来就很高兴了。行，那你们先吃早餐。小姨去写菜单，交给厨房准备。贵客来访，肯定要好好招待一番，不能丢了外甥的脸。